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车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会带你全面解析台湾的美股 ETF 00757统一 FAN Plus 指数 ETF 的3大风险缺点，以及它适合怎么买才能降低投资风险。那首先我们先介绍00757呢，它的股票代号就是00757嘛，那它的基金名称就是统一 FAN Plus ETF， 它的上市日期是在2018年的12月6号。那它所追踪的指数是美国的 FAN Plus 指数，那它成分股目前是有10只股票，那它产业分布呢，主要是分布在 60% 的科技业， 30% 的通讯服务，以及 10% 的非必需消费品。那这10只股票呢，分别是Facebook， 还有 Nvidia， 还有 Netflix， 以及亚马逊、苹果公司，还有 Google 以及微软。那这几只股票呢，就合并成为了 FAN， 就是取他们这些股票当中比较著名的英文简称。现在呢，它的股价是111块台币，也就是说呢，你大概只要1-2餐不吃，你就可以买到一股了。那它的资产规模现在是来到了438亿台币，是台湾的美股 ETF 当中呢，资产规模算是排名前几名的 ETF 哦。那它的受益人数呢是69113人，也算是台湾的美股 ETF 当中呢，受益人数非常多的一档 ETF。在2024年的年度总费用率呢是来到了 1.08%， 那 1.08% 在美股 ETF 当中呢算是属于非常高的内扣费用哦。那这档 ETF 的除息频率是没有的，因为这档 ETF 它是不会配发股息的。那它过去5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来到了 32%， 总报酬率呢则是来到了 328%。那它绩效这么的优越，相信也是大家想要了解这档 ETF 的一个主要诱因。不过呢，这档 ETF 它在2022年它的年化报酬率是来到了负 35%， 那一年的确是美国股市有经历蛮大的大跌，不过这档 ETF 呢，它的跌幅呢就是非常的大。相对来讲，如果你是投资美股大盘的 ETF， 像是 VOO 的话呢，它的跌幅呢只有 18%， 那这档 ETF 呢就来到了 VOO 的将近2倍的跌幅哦。那 00757B 它在过去5年的总报酬率来到 300%，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呢它都是投资美国的龙头科技企业。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它的成分股全部都是该领域当中的顶尖者哦。但是呢，这档 ETF 真的适合你去投资吗？它有什么样的潜在风险？别急着买进，我们现在先来解析00757它的3大投资风险以及缺点，这可以辅助你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哦。那它的风险呢，主要来自于它的指数编制方式，也就是这整档指数 ETF 的核心。那它指数是怎样去进行编制的呢？那它指数的成分股呢，都一定要包含 FAN 的成分股，也就是 Facebook、Apple、亚马逊、Netflix 跟谷歌。那后续如果有添加其他的成分股，都一定要跟 FAN 相关，像是微软还有 Nvidia。那这个指数呢，它都是聚焦在美国上市的科技、网络媒体以及非必需消费品，而且它指数的编制方法是采用平均权重法去进行编制，这就造就了这个指数的3大投资缺点，是完全无法抹灭的投资缺点。而这3大投资缺点呢，直接跟指数教父约翰伯格所提出的3大指数投资的制胜关键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指数教父是提出哪3大关键呢？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好，接下来我会介绍投资00757我们会面临的缺点以及风险。那我会先跟大家分享它有哪些风险跟缺点，那之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应该要怎么买才可以减少这些缺点以及风险对我们投资组合的影响哦。好，那我们马上来介绍00757B 的第一个缺点以及风险。它历年都只投资大概是10档左右的龙头科技股，那它成分股就是非常的集中，所以它第一个缺点以及风险就是个股集中风险。这代表任何一家公司的财报还有它的表现都可能大幅的影响这档 ETF 的绩效。那经历过去15年的大牛市，这导致了市场上有一种信仰，那就是科技龙头股是永远的强势，我们只要投资龙头股就好了，其他的小型股可以不用投资。但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的不可靠。我们回头来看一下美股的历史，
也就是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的时候，美国的龙头科技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所列出的这些公司呢，全部都是美国当时非常有名的龙头科技股，都是跟互联网相关的。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还有几家公司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那就是亚马逊跟雅虎这两个公司呢，在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的时候呢，他们的跌幅都是高达了80%以上哦。那你往下看，你可以看到苹果跟微软。那苹果公司在互联网泡沫时代呢，其实那时候还是一家小公司哦。苹果公司真的要崛起，是要在2007年贾伯斯发明 iPhone 的时候呢，才开始崛起的。就算如此呢，苹果在2000年泡沫也是崩盘了将近80%。那微软呢，它主要是作业程式嘛，像是 Windows 还有 Office， 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呢，也崩盘了66%。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在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呢，不管你是不是龙头科技股，他们都是跌到连他妈都认不出来了。我们该相信股。而那次的大崩盘导致这些科技股呢涨到当年的高点，也花了15到20年的时间哦。所以这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龙头科技企业他们并不是不死之身哦。那你可能会问，那 FANG+ 股呢，他们有没有在这里面当中呢？刚刚就有介绍到嘛， Apple、亚马逊跟微软他们在那个时候呢都有经历了非常大幅度的崩盘。那其他的像是 Facebook 呢，它是没有经历过的，主要是因为 Facebook 它是在2004年才成立的，所以呢它避过了那次崩盘。那 Google 也是一样Google 是在1998年成立，不过呢它是在2004年才挂牌上市，所以呢它也避开了崩盘。那 Netflix 呢，它也是在2002年才成立的，所以呢它也是避开了这些崩盘。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个表，那你可以看到在1999年全球市值前10大的公司，只有一家科技公司你比较有印象，在 FANG+ 股里面，那就是微软。我从这个表格当中我可以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科技的龙头股它的变化是非常的快的。99% 的当年的龙头股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所以我讲了这么多，主要就是跟你讲说2000年的科技泡沫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过度集中在少数的科技龙头股，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00757它除了个股集中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产业过度集中。那我们刚刚在00757的指数编制当中呢，就有发现到它是强调 FANG+ 相关的美股，然后主要是包含科技股、通讯服务以及非必需消费品，它完全没有金融、医疗或是能源、公用事业还有其他的产业来进行分散配置。所以未来如果科技业直接步入经济衰退的话呢，那00757它没有其他产业来平衡风险，那它的跌幅可能就会超出你的想象。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表格，这个表格的时间是2021年的11月份到2022年的11月份。然后主要有3档 ETF， 分别是蓝色的美国500大企业的 ETF， 以及红色的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ETF， 还有我们的 FANG+ 指数 ETF。 你可以发现到美国500大企业的 ETF， 也就是号称美股大盘的 ETF 它在那段时间下跌大概是 10% 左右。那纳斯达克100指数 ETF 呢，它则是下跌了 25% 左右。那00757在那个时候则是下跌了 35%。我们可以发现到00757它的跌幅相当于是美国大盘的3倍哦。所以它高报酬的背后呢，其实是高波动性哦。那我们再来看00757还有 VOO 以及 QQQ 这3档 ETF 它们的产业分布的差异。为什么这3档 ETF在美股崩盘的时候呢，竟然跌幅会相差这么的大？首先是00757它主要就是集中在通讯服务跟科技嘛，我们刚刚有讲到，它几乎没有其他的产业来分散配置。那 VOO 呢，它虽然也是一样，主要是集中在科技产业，不过它科技产业的比重呢，就只剩下 32%。接下来就是金融，然后呢，医疗以及工业，这3个产业呢，分别大概是 10% 左右。所以呢 VOO 这档 ETF 呢，它相对来讲它的产业是比较分散的。那 QQQ 这档 ETF 呢，它也是集中在通讯服务还有科技产业，
不过呢，它的成分股呢是高达了100只，但是00757呢，它只有10只哦。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选择的话呢，我是觉得 QQQ 它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替选方案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00757它本质就是一个科技产业重压的 ETF。那跟大家讲的就是科技产业呢不会永远都一直往上涨。当它下跌的时候呢，00757它几乎没有其他产业可以来平衡风险。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产业的集中呢不等于投资的稳定。当有投资人直接 all in 00757的话，等于是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同一个产业的未来。你觉得这样子的投资安全吗？好，那00757第3个缺点以及风险就是成本费用的风险。00757它的费用是非常的高昂的，它长期的话呢会吃掉你非常多的报酬。00757呢，它主要是采用平均权重法去进行编制的。我们刚刚指数的地方有介绍到，那这种方法呢，目的是为了要让每只成分股它的权重是相近的。例如呢，他现在投资了10档股票，那他这10只股票它的权重基本上就会在 10% 左右。然后呢，他会在每一季或者是每半年的时候呢，重新调整权重。也就是说呢，他会进行大幅的买卖。如果他们权重变化很大的话呢，他的买卖的比例就会非常的高。这也就使得这一档 ETF它的年度总费用率是非常的高。那这样子的调整方式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那就是第一个，频繁交易会增加它的隐性成本，像是你买卖股票的时候呢，都会有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累积起来就会非常的可观。再来就是呢，长期维持相等的权重呢，就代表说呢，它也是要频繁的去进行买卖来维持这个 10% 的权重，这就会导致它的管理费用就会非常的高昂。这也就是为什么00757它在最近这几年的年度费用率都超过 1% 的主要原因哦。那这个 1% 的年度费用率是比许多的美股 ETF 都贵上非常的多哦。那费用率对长期投资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为什么我一定要拉出来讲呢？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现在投资2档 ETF， 他们都是追踪同一个指数，也就是说呢，他们获得的报酬是会相同的，在扣除成本之前。但是呢，这2档 ETF 呢，他们的年度费用率是不一样的。A ETF 的话呢，它的年度费用率是 1%， 那 B ETF 它的年度费用率是 0.1%。如果我们投资10年之后呢，A ETF 它只能获得该指数 90% 的总绩效，那 B ETF 呢，它能获得该指数 99% 的总绩效。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是投资那种高费用的基金或者是 ETF， 它直接让你的收益少了将近 9%， 这还只是投资10年哦。如果你是投资20年30年的话呢，你的影响会更加的夸张。那我讲这个趴数你可能没有感觉，我直接套一个数字，假设你一开始是投资100万，10年后呢，该指数成长为你带来了500万的绩效。但是呢，如果你是投资 B ETF， 它的低费用率是 0.1% 嘛，你就能拿到495万。但是如果你是投资 A ETF， 它的费用率是 1% 嘛，那你就只能拿到450万哦。光费用率的差异 ，A ETF 的投资人就硬生生少赚了45万哦。而这45万本来应该都是你的。这就是为什么费用率是投资的隐性杀手啊！费用率 1% 跟费用率 0.1% 看起来好像都非常的少，但是长期投资下来，它的绩效可能就会相差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哦。所以不要再听到有些人讲说费用率高一点没有差啦，这些 ETF 它绩效好就好啦。在投资 ETF 当中啊，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能赚多少钱，但是呢，我们省下来的费用呢，肯定都会进入我们的口袋哦。好，那我们介绍完了00757它的主要的3大缺点以及风险，那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去改善这些缺点还有风险呢？首先，这边我就跟大家分享00757到底应该怎么买。00757它就是一档科技的龙头 ETF， 但是呢，它个股集中风险、产业集中风险，还有费用率高昂的一个状况呢，使它的本质呢更像是一档科技股，而不是一档分散风险的 ETF 哦。那 Kevin 自己的做法就是呢，我会把00757呢看成是一只股票，对，
我会把它看成是股票，而不是把它看成一档 ETF 哦。只有我们把它看成是一只股票，我们才能在投资组合当中呢，把它进行适当的配置，管理我们投资组合的风险哦。那第一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要将00757当作是个股，它只能在我们投资组合当中呢占据一席之位，我们不能 all in。像是我自己的投资组合是进行股债搭配，我是 80% 的股票配上 20% 的债券。如果我真的要买00757的话呢，我会在我 80% 的股票部位当中呢拿 10% 出来购买00757。我不会把 80% 的股票部位呢全部都重压在00757哦。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如果科技股大跌，那00757它的下跌的影响也会受到控制。那第二点就是其他的 70% 的股票部位呢，我会选择去购买那一种更分散的投资标的，像是美股大盘 ETF、VOO 或者是 SPY， 它都是追踪美国500大企业，它们的成分股呢是涵盖金融、医疗、工业还有多种产业，就可以降低科技崩盘对我们投资组合造成的影响。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去投资全球的股票型的 ETF， 像是 VT， 它除了投资美股之外呢，还投资全球的市场，这就可以大幅的去降低我们整体投资组合当中科技股的比例哦。那我有做一期影片是跟大家分享全球最热门的10大 ETF，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点击上面的影片前去观看哦。好，那第三个就是长期持有，避免短期的炒作。那00757它本身的波动性是非常的大的，短期很容易出现那种暴涨跟暴跌。过去在2022年的时候呢，它的最大跌幅是来到了 35%， 同期美国大盘却只有跌幅 10% 哦。如果你真的长期看好科技产业的话，那你应该要用10年以上的方式来进行投资，而且呢绝对不能进行短进短出，追高杀低哦。那最后一个应对方法就是费用率的部分。那费用率呢是我们最应该考量的，我们应该优先去选择低费用的 ETF 来进行替代这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因为00757它的指数编制方法就是注定它的费用率一定是压不下来。那它的费用率在2024年是来到了 1.08%， 这比许多美股科技 ETF 都还要高，像是 QQQ 它的内扣费用率只有 0.2%， 那另外一档 ETF 像是 VGT 这档 ETF， 它的内扣费用率呢也只有 0.09%。那 VGT 这档 ETF 呢，它也是投资美国的科技指数。那如果你发现费用率的确是对我们投资组合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你完全不想要缴交费用率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去投资个股，像是00757它只有10档股票，你要投资这10只股票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的。而且00757它的一个指数权重，就是说呢它这10只股票都是只要 10% 的权重，所以你要自行去购买这些股票呢来搭配一个 ETF 也是非常的简单，这样子你就不用去缴交每年 1% 的费用率咯。好，那最后一定要跟大家再次声明，00757呢你应该要把它看成是一档科技股，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广泛分散的科技 ETF 哦。00757它只适合在你投资组合当中当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你绝对不能 all in 哦。好，那以上00757的资讯表格我已经整理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浏览当中，你无需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进行免费的下载。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想要买00757还在犹豫的话呢，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在买入前就可以先了解这档 ETF 它真正的缺点以及风险，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哦。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那我这边前面要补一个，就是我要讲说3大投资。